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今天是4月8号，是今年桑葚初熟的第一个日子，意味着从今天往后面的1个月，每一天都会有不断成熟的新鲜的桑葚果子吃。有网友问我是如何给桑葚防鸟的，我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防鸟棚。我对它非常满意，和我往年的防鸟的措施不一样。首先，我们说桑葚防鸟是非常必须的，这个还不光只是为了吃到每一颗桑葚果子，还更主要的是为了吃到充分成熟的桑葚果子。我们知道鸟它还在桑葚没有太成熟的时候，大概只有7、8分、8、9分熟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来啄食了。它们其实吃的不多，但是毁坏性很大，它东啄一下西啄一下，这桑葚果子就掉在地上了。所以为了吃到充分成熟的果子，也是为了吃到更多的果子，防鸟是非常必须的。首先我们走进网子来品尝今年的第一颗桑葚吧。先把门打开。这样就可以径直的走进去了。桑葚果子它成熟有个特点，它不是你看这么一串桑葚，它不是同时成熟，它总是有几个先成熟，所以这能让你每天都有新鲜的果子，成熟的果子。前面我有视频说，桑葚在成熟的时候，它的果子的体积会增加很多。你看这个是没有成熟的果子啊，你看这边当中有些黑色的，这就是成熟的果子。我们摘1、2个看，这有一个食指头那么大，所以这个成熟的果子和非成熟的果子体积是1倍以上。它在成熟的过程当中有个明显的膨大，然后现在是变黑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吃起来就是甜了。不光是甜，而且还有点肥的感觉。你看我这一个树已经有那么20、30厘，可能还不止吧。绿绿须须，有些成熟了，这些黑色的。我们再来介绍我这个网子吧。你看我现在站在网子里面，然后一点都感觉不到网子的存在，是吧？我现在把镜头对着这个网子，这个网子呢是1/4英起这个孔眼 ，heavy duty 的，质量相当好，在 Amazon 上买的，一点都不影响这个桑葚里面的通风透光的作用，不影响光合作用。所以这是网子哈。我这个网子的尺寸是7尺乘100的，也就是说，我这个做的这个架子也是正好针对这个高度，针对我这个桑葚的这个高度，我这个高度是7尺，就是从基部这个架子从基部到顶部是7英尺，差不多也正好是我这棵桑葚的这个高度。再大了呢，也不是很好，因为太大了这个就有不稳定的问题嘛。所以首先是这个网子，上面一层，然后周围就这个网子就走1圈就好了。那再来说这个架子吧，这个是我今年新做的这个架子。那我右边这个桑葚呢，是我去年大家要看过我去年夏季遮阳棚的话，给我辣椒遮阳的话，这就是去年给辣椒做了一个遮阳棚的架子。所以这个架子你看起来好
好像很麻烦，做起来是吧？但是确实是一屋多用。现在是4月份，我这个架子用来给桑葚防鸟，然后5月份、6月份就可以把这个架子放到菜床上，造西红柿了。我们稍微看一下我的西红柿，这西红柿现在已经是挂上第1盘果了，再过1个月就应该有成熟的西红柿了。这已经有1盘果了，这一颗也是。那这个菜床嘛是标准的4尺乘8尺。我刚才那个遮阳棚呢，那个棚架的是6尺宽，10尺长，所以正好把这个菜床给罩住，4边各多2尺，就是考虑到这个西红柿还会往菜床外面延展，空间都是很够的。所以说我这一个棚架是一屋多用，4月份给桑葚防鸟，5月份、6月份西红柿，然后7、8月份给辣椒用去做遮阳棚，然后在8月份、9月份就该给我这个枣树遮阳防鸟了，主要是防鸟吧。那为了这个用上这个架子，你看我这个不管是果树枣树还是桑葚，我都会把它控制到一定的体积。我们再来说说我这个架子吧。这是去年我做的遮阳棚的架子，这个架子的高度呢比那个要低一点，所以这个只是有5尺半，所以我下面呢是垫了一些砖，为了造这个桑葚的话，我那个架子的高度是7尺，所以高度就够了。那另外这个架子的长度是10尺，宽度呢是6尺。在构建这个架子的时候，材料很简单啦，那就是像这个就是2x4的这种吹提的 wood， 那特别是上面这一层是希望比较扎实一点。这个东西的它的稳定性主要来自于什么呢？除了这4边的这些梁以外，这些混梁以外，一个很主要的这个稳定结构就是这个三角形。大家知道三角形这个是最稳定的结构，所以这个是给这个架子提供稳定支撑的。你看这个三角形在这里，不管我怎么摇晃，这个架子是很稳定的。我刚才说到这个架子一屋多用，还有一个用途我忘记说了，我会把它拿去做放到苦瓜、丝瓜或者护瓜旁边做攀爬的这架子，所以这还是它的另外一个用途。我这个架子当时是买的新木料做的。这个刚才说的这是吹提的 wood， 这个也是这个1英尺的这种 size 的吹提的 wood。那这个呢，还有这些上面的这些混梁，就是大家看到这是 fence 片子，就是我们这些 fence 这样一些小片子，然后钉在上面的。所以我今年做的这个架子呢，就是完全用的废旧材料，我自己剪裁的，所有的梁还有泥柱支撑都是利用的废旧的材料，自己采取的。你看我这里堆了一堆，这就是换菜床嘛。我今天不是换了菜床吗？这是菜床换下来之后，我用锯子锯了一些还能够用的，就放在刚才做我这个架子了。底下的是已经腐烂了，但这上面呢锯下来还是蛮好的。这都是 cedar wood， 又轻又蛮结实的那种。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桑葚里面的处理吧。尽管我这个架子有点大，你看
这上面顶部还是有一些冒出在我的架子之外。然后呢，像这些枝条，大家看见我都是用绳子拉的，都用绳子把它往里面拉，否则的话，它这些枝条都是撑到这个架子外面来了。好在就是这样把它拉进去，不影响这个果子的成熟，一点都不影响。而且我们知道，这个桑葚一旦收获完了，这些枝条都要被剪掉的。而且为着这个架子这样的高度，我今年在修剪的时候，我会继续把这个桑葚呢，把它矮化，就是说剪得更低一点，这样子就明年有更少的这些枝子是冒出在这个架子之外的。这是我今年这个防鸟的这个措施。那我往年是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也是个像这样，把一些枝条都给它归拢。都把它捆在相对比较小的范围，然后呢是用一个大网子把它从上到下这么罩住，然后在基部一捆，那样子呢也是能够防鸟，但是很麻烦。你能想到那些网子啊，在很多方面都是挨着这个桑葚的，这四周都是把这个桑葚这么包着的。那像这种情况下，鸟它就在网子外面。它也还是能够捉到这些桑葚，而且呢，想进去摘桑葚也是相当的麻烦。那样子的话，所以今年就做了这个架子，虽然好像要花一点功夫，而且花一点成本，但是对于采摘管理确实太方便了。这是刚才这个我就走进去是吧？那这个也是，我把这个砖头一拿，这个砖头一拿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杆子往上面一撑，往这个上面钉子上一挂，这就走进来了，那相当的方便。我们就走到这里面来了，所以不要像去年往年就是用脑袋顶着那个网子，在这里面采桑葚是很辛苦的。这也是为今年采果子提供了大大的方便。好吧，那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关于桑葚防鸟的，希望大家也是每一棵桑葚都能够尽到功用，都能被你享受到。好的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